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的时代连续剧《大奥》。只因女人是罪臣之女，就被当地的男人肆意欺辱，而她的女儿只能眼睁睁看着。只因在20年前的变故，母亲死后长大的儿阿福与村里的武士结了婚，即使为丈夫生下孩子，然而她的身份在家里依旧像是个仆从，可以被小妾任意驱使。小妾们更是瞧不起她，就连丈夫在外的客人都还要出言侮辱几句，而丈夫竟然也不出言阻止。要面子的丈夫会答应客人的无理要求，随后还将自己的小妾们叫来服侍他们。看见衣衫不整的小妾们出来，本想上前关心的阿福，却反倒是被小妾们一顿嘲讽。小妾认为自己所受的屈辱全是阿福造成，随即将怨恨全都发泄在他身上。阿福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只能默默承受。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武士这群所谓的客人，在与小妾们一番云雨之后，立马变脸，立即拔刀相向，想要抢夺钱财。没一会儿就将所有人制服，一人还挟持阿福询问钱财。阿福虽心里害怕，但却依旧不愿意将钱财所处告知。浪人一个一个房间的翻找，就在浪人快要闯进孩子所在的房间时，阿福赶紧拦住了他。不料因为动作太大，衣服又被奶水浸透。浪人见后一脸淫笑，于是银子也不找了，他要在这个风雨交加的雨夜爽一把。阿福拼命的挣扎扭头，却看到小妾在那幸灾乐祸。他这时又想到了母亲被凌辱，被一群人围观嘲笑的场景。阿福放弃了挣扎。男人见阿福如此失去，便把头伸进了阿福的衣服内，大口大口的享受着。然而下一秒，躺平的阿福拔出浪人的刀，一把打掉了男人的腰子。这个部位无疑是此刻男人气血最旺盛之处。阿福的脸上沾满了男人的血，随后一把推开男人。雨夜中的阿福像个恶魔一样看向小妾所在的地方，小妾害怕极了，赶紧逃跑。可是还是没有逃过阿福的魔爪，阿福一刀就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小妾。满脸鲜血的阿福以为所有的事情都结束的时候，回头却看见丈夫直勾勾地看着她。两个儿子也目睹母亲杀人的全过程，丈夫怕阿福杀人的消息会传出去，影响自己的名声，于是便休了阿福，让他滚出家门。无家可归的阿福走在半道上，突然听到了儿子的呼喊。还是幼童的儿子根本不能理解母亲的无能为力，只想跟着母亲，而阿福却不能自私地带着儿子离家出走。他不能让3个儿子陪他受一辈子的罪。3个孩子的母亲被丈夫赶出了家门，哺乳期的她不得不挤出多余奶水来缓解胀奶之痛。阿福从乡下一步步走到京城，双脚磨得鲜血淋漓，举目无亲的他只好寄居在父亲生前关照过的3条细架里。虽然心善的主人收留了他，但是阿福必须找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恰逢德川幕府正在招聘奶妈，让时刻饱受长奶之苦的阿福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求3条细帮忙写一份推荐信，并且借了一身像样的衣服前去应聘。经过层层筛选，阿福最终面试成功，成为德康幕府即将降生孩子的奶娘。听说招了奶娘之后，2代德川祖母阿江夫人非常不高兴。她之前已经生下了3个女儿，可是为了政治联姻都已经过继出去，所以这次她想亲自抚养这个即将降生的孩子，感受一下做母亲的滋味。然而乳娘是一代家主钦定的，认为孩子跟着亲生父母会娇生惯养，必须交给乳娘抚养。她的丈夫也只能服从。没过多久，阿江夫人生下了一个男孩，意味着幕府从此有了继承人。然而阿江生下儿子之后，一眼也没有见到就被抱走喂奶了。得知孩子被抱走的阿江夫人认为自己的孩子被抢走了，而阿福看着吃奶的孩子，将所有的母爱都倾注在了这个即将继承大统的孩子身上。按照惯例，每一代长子的乳名都以竹千代命名，来彰显储君身份，而阿福也母凭子贵，在幕府中正式站稳了脚跟。看着阿福与竹千代亲昵的模样，一生要强的阿江夫人心生嫉恨。对她来说，阿福夺走了她的孩子，也夺走了她作为母亲的权利。她故意说出了阿福是罪臣之女的身份。更为巧合的是，两人的父辈还是战国时代的生死仇敌。人心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任你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汉城之女的标签深深刺痛着阿福的内心。看着高高在上的阿江夫人，阿福只能忍辱负重，因为只有自己抚养的竹千在长大执掌幕府的那一天，才是他真正出人头地的时候。然而阿江夫人再次有了身孕，使得竹千代的储君位置迎来巨大挑战，也让阿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阿福虽未乳母，但他早已把竹千代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更是倾注了所有的感情。他当然不希望竹千代失去他的储君地位，于是每天深夜偷偷祈祷阿江夫人的孩子流产。然而阿江的愿望落空了，阿江夫人不但顺利生下了孩子，而且还是个男孩。
取名小国。从此之后，阿姜夫人和阿福竹千代和小国四人之间围绕着继承人问题拉开了长期斗争的帷幕。女人辛辛苦苦生下了孩子，结果孩子一出生就交给乳娘抚养。看着阿福抱着自己的孩子的模样，毕生要强的阿姜夫人心生嫉恨。没过多久，阿姜夫人就有了二胎。随后她来到阿福面前，告诉阿福，竹千代不一定是储君。阿福虽然是乳娘，但是他早已把竹千代看作自己的儿子。他当然不希望竹千代的储君地位被取代，于是每天晚上祈祷阿姜夫人肚中的孩子流产。然而天不遂人愿，阿姜夫人不但顺利生下了孩子，而且还是个男孩，名叫小博。阿姜夫人宠溺小儿子，把他看作未来的储君，丝毫不关心长子竹千代。虽然母亲不喜欢他，但是幼小的竹千代内心还是渴望着母爱。他羡慕地看着阿姜夫人溺爱小国的一切，对母亲随手丢下的手帕都视若珍宝。自从有了小国，阿姜夫人便放眼储君，以后是小国手下们开始纷纷巴结小国，就连送礼都区别对待。感受到深深危机的阿福询问将军是否已经定了继承人，因为宫中传言阿姜夫人已经选定了小国。虽然明白缘由的将军告诫阿福不要介入继承人问题，但是阿福的这次劝诫还是起到了作用。回到家的将军告诉阿姜夫人不要给孩子洗脑，小国现在还不是继承人，这样容易引起兄弟反目。了解丈夫性格的阿姜夫人知道肯定是阿福在背后说了什么。看到阿姜夫人如此生气，一向妻管严的将军随后便训斥阿福，以后不要惹阿姜夫人生气，并且让她不要介入继承人之争。将竹千代视如己出的阿福看到竹千代还是期待阿姜夫人的爱，不忍心的阿福一把抓过竹千代的小手，给予她缺失的母爱。由于阿福作为乳娘，尽心尽力地照顾竹千代，太上将军特意将长子郑胜接过来，作为侍卫辅佐竹千代。时隔多年还能见到长大后的儿子，阿福不可置信。然而他已经是将军府的乳娘，他只能狠心让儿子同其他侍卫一样叫他阿福夫人。见到阿福前夫的阿姜夫人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离婚。后来打听得知，原来曾经阿福杀了小妾被赶出家门。得知原因的阿姜夫人在官眷聚会上当面揭露了一切，众人听后十分惊讶，并且诬陷是阿福的长子郑胜讲的。不知情的阿福还以为是真的，只能解释自己杀强盗是自卫防身，杀小妾之事纯属无稽之谈。霎时间，阿福杀妾一事传遍了全城所，有人纷纷远离阿福，就连竹千代也对此事有了怀疑。听到亲生母亲后悔生他的男孩，心中十分伤心。母亲走了之后，他一个人孤单地坐在房间里，仿佛生命失去了意义。为了让母亲不再厌烦，小年纪的竹千代决定切腹自己。恰巧路过的阿福十分震惊，赶紧制止了竹千代的轻生行为。将竹千代视如己出的阿福怎么会让他自杀呢？心急如焚的他直接给了竹千代一巴掌，让竹千代清醒过来。武士之子不可流泪，即使竹千代自杀了，只在意小国的阿姜夫人也不会为他伤心。于是阿福告诉竹千代，如果他死了就彻底输了，还不如强大之后报复母亲。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竹千代重新找到了活着的目标。晚上忧心忡忡的阿福出现了幻觉，小时候父亲死去的身影好像在提醒着阿福，如果竹千代被废，早已被阿姜夫人记恨的他也将重新变成丧家之犬。走投无路的阿福决定打着祈福的借口向远方的太上将军求助。阿福告诉太上将军，将军和阿姜夫人偏爱次子小博，对长子竹千代熟视无睹。阿姜夫人更是放眼小博会成为继承人，导致城内人心动摇。然而得知一切的太上将军却让身为乳娘的阿福不要介入继承人问题，吃了瘪的阿福失去了翻盘的唯一指望，对阿姜夫人就只能更加的卑躬屈膝。然而将阿福训斥一顿的太上将军实际早已有了决断，为了保证德川幕府长期的繁荣与稳定，于是决定立长子竹千代为继承人，随即让竹千带过来吃点心。小国也想上来，却被太上将军制止，因为这个不是小国应该来的作为，想吃点心的话就只能在下面吃。太上将军警告阿姜夫人长幼有别，如果幼子与长子争储君之位，那就是谋逆，让阿姜夫人好好教导小国，不要越过自己的本分，并让袖中将军也明白这个道理。交代完一切的太上将军回头告诉竹千代，继承大统的只有他一人，并且十分幼稚的和小竹千代进行拉钩。本已认命的阿福再次燃起了希望。宫里的下人们看清了局势，开始巴结竹千代。阿福在宫里的地位再次高了起来。这时阿福的前夫突然带着小儿子郑立求见阿福，为了家族繁荣的前夫决定两头押宝，
想让郑丽跟着小国。本和阿江夫人不对付的阿福，见前夫言辞叹气，决定帮他一把。然而得知阿福来意的阿江夫人却十分。没想到水中映射的竟然是阿静的影子，这让将军喜出望外。阿福的特意安排让两人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这时天空下起了暴雨，两人只能躲进行宫休息一晚。在宫中早已对阿静欲行不轨的将军，趁这次阿江夫人不在身边的机会，彻底放飞了自我。这一晚彻夜无眠，刚起身的将军正在整理睡衣，没想到阿福却闯了进来。被发现秘密的将军十分慌张，颤颤巍巍地喝了一口水，强装镇定。不料下一秒，阿福便抓住了他的手，躺进了他的怀抱，并把他的猪体放到自己的胸。已经出轨一次的将军面对阿福的诱惑，决定将已经知道秘密的阿福变成自己秘密的一部分。阿福的这次安排很快结束了爱的果实，阿静夫人怀孕了。得知消息的将军十分震惊，此刻他卑微地求阿福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妻子阿江夫人。抓住将军把柄的阿福也彻底在宫中站稳了脚跟。他随后将阿静和孩子作为自己的秘密武器，安排到隐秘之地生活。毫不知情的阿江夫人还在为端午鲤鱼节热衷准备，想趁此佳节重新选定继承人，并且让穿着华丽的小国与身为继承人的竹千代并排而坐，抢尽了竹千代的风光。随后，阿江夫人为了证明小国文武双全，特意上了一份小国亲自设下的野鸭。小国告诉父亲，是特意为他在西丸诀设下。这听到后的将军十分恼怒，命令把菜撤下。众人不解地看着将军，原来西丸诀是将军宗祠所在。身为臣下的小国在那射箭如同谋反。阿福的辛苦谋划终于起到了作用，这下竹千代的继承人地位彻彻底底地巩固了。长大后的竹千代又名德川家光，顺利继承了将军之位。阿福作为乳母也春风得意到了顶点。然而长大后的家光却有一个特殊癖好，那就是喜欢男人，整日在一群男妓面前饮酒作乐。这无疑让不死心的阿江夫人有了可乘之机。刚刚结束的幕府将军之争又拉开了新一轮的帷幕。还不知道出轨之事被妻子发现的小个子男人，此刻醉醺醺地哼着小曲，准备回屋休息，不料却被妻子拦住。妻子怒气冲冲地问道：“阿静是谁？”眼见瞒不住的男人只好说出实情。得知真相的阿江夫人对参与其中的阿福更加怨恨。于是，在春日茶会上，阿江夫人故意将做好的茶汤倒向阿福，并且得意地告诉阿福，他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因为他辛苦抚养的家光喜欢男人是不会有子嗣的，最后的将军之位还是会落到自己的二儿子国松身上。这让阿福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阿福迫不及待地找到家光，询问家光是否真的喜欢男人，而家光也不遮掩害臊，爽快地承认了。从小失去母爱的他，一直活在阿福和母亲阿江夫人的明争暗斗，早已对女人失去兴趣，并且从小对阿福言听计从的他，
也早已受够了阿福的指手画脚，并让阿福不要多管闲事。这让阿福十分心寒，自己辛辛苦苦抚养长大，并且推上将军宝座的家光，难道开始恨自己了吗？晚上苦闷的将军乔装出血，就在他像个普通人一样跳舞，释放压力的时候，突然一个蒙面人持刀向他袭来，几个躲闪之后，郑胜赶来，一刀劈开了面具，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弟弟郑立，一时慌了神，让郑立趁机逃走。得知消息的阿福马上来给将军谢罪，因为郑立也是他的儿子，只是跟了国松。而此刻郑胜表示愿意替母亲剖腹谢罪，然而差点小命不保的将军却谁也不怪罪，因为深究下去，郑立后面有二弟国松，国松后面说不定还有母亲，并且人也没抓住，他们是不会承认的。阿福却丝毫不相信阿江夫人会做出杀害亲生儿子的事情，于是便将郑立刺杀将军的事告诉阿江夫人。然而阿江夫人却认为阿福这是在故意污蔑国松，但是阿福的坚持让他心中也不免怀疑起来。阿江夫人随后询问国松是否真有此事，却被他一口否认，解释说昨晚他和郑立在书房下了一晚上围棋，绝对是大哥故意污蔑他的。但知子莫入伍，阿江夫人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不久之后，太上将军、嘉光将军和国松父子三人进京觐见天皇。阿江夫人担心嘉光对刺杀一事怀恨在心，从而报复国松，于是整日废寝忘食地祈祷国松平安。身形日渐消瘦，终于在半个月之后，阿江夫人倒下，一病不起。阿福在屋外跪了一天一夜，阿江夫人才允许他进屋探望。要强的阿江夫人让下人帮他梳头，他要在阿福面前保持应有的尊严。探病的阿福无疑成为阿江夫人的出气筒，她怨恨阿福抢走了自己的孩子，让忠于她的丈夫出轨。家书送到了京城，只有国松提前赶回，看到阿江夫人可怜的模样，阿福也不免泪目。几日后，太上将军和嘉光也回到家中，但嘉光只是埋头处理政务，对母亲心怀怨恨的他没有前去看望。太上将军祈求阿江夫人原谅自己没有提前回来，还有之前自己出轨的事情，也希望得到妻子的原谅。然而阿江夫人却表示，就是死了也不会饶恕他。自知对不起妻子的太上将军听后心如刀绞，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阿江夫人不忍心丈夫余生心怀愧疚，最后还是原谅了丈夫。阿福亲自劝说嘉光见母亲最后一面，可从未得到过母爱的嘉光拒绝了。晚上嘉光梦见母亲温柔地叫他竹千代，泪眼朦胧地抱着他，这一刻他与童年的自己和解了，眼角不自觉地流出泪水。随后他匆匆来到母亲的房间，看到了母亲从未有过的可怜模样。阿江夫人伸手想要抱一次小时候的嘉光，嘉光看后泪流满面。阿江夫人也在这一刻离世，嘉光抱着母亲的遗体痛哭流涕，母子多年的对立也宣告结束。几年后，太上将军去世，随后国松就被以涉嫌谋反的罪名囚禁，并自杀。嘉光将军本意将牵连其中的郑立网开一面，阿福却不想让嘉光为难，最后处以流放。本该子凭母贵的大儿子郑胜却因病死在幕府中。看着从小将他抚养长大的阿福黯然神伤，贾光将军便让阿福把自己当成他的儿子，将阿福搂入怀中，并且洒泪挥别过去。自此，阿福在幕府迎来了真正的权力巅峰，并被天皇赐命春日局。阿福与嘉光的故事也迎来了新的篇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直不受宠，婚嫁多年始终还是处子之身。为了家族的传宗接代，阿福特意给她准备了一件睡袍，据说穿上就能让男人重振雄风。只是睡袍有个气味太冲的缺点，晚上穿着刺激性味道睡衣的女人，果然引起将军的兴致。然而多年来第一次受宠的她，竟然紧张到皱眉。将军见后十分不悦，坏了兴致的将军又闻到了一股异味，感觉被骗的他留下一句胡骚就匆匆离去。女人见状被惊得目瞪口呆，得知郑夫人没有娶得龙种的阿福，只能另想他法。此时曾和将军一同进京的女官告诉他，在京都时将军曾驻足观望过一个尼姑，并且这个尼姑长得无比惊艳，这让阿福重新看到了希望。随后阿福便给尼姑所在的寺院送了礼品，作为回礼，尼姑特意来到幕府拜显。别有用心的阿福恳请他多留几人，然而却被执意回京礼佛的尼姑拒绝了。几次的拉扯试探，阿福发现尼姑一心向佛，只有使些非常手段才能逼他乖乖就范。于是在尼姑回到寺院后，阿福便送来了大量的金子。天真的寺院以为是香火钱，便收下了。可到了夜里，穿着一身夜行衣的阿福就亲自带着武士前来，把白天送的金子输成满身钱。尼姑随后被抓进幕府，安排在后院的阁楼上，只等他长发及腰，便去服侍将军传宗接代。
阿福为了不打搅两人的好事，特意把郑夫人接到府外居住。收到寺院文书的将军让阿福放了尼姑，然而阿福早已做好下18层地狱的准备，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将军。将军无言以对，内心既有对心爱之人的不忍，又希望占为己有。为了让囚禁的尼姑不寂寞，将军安排跟随自己的笛子手到阁楼下吹奏，悠扬婉转的笛声让准备自尽的尼姑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无数个日夜，笛子手一直陪在尼姑身边，隔着一面被钉死的窗户，寂寞的尼姑夜夜向笛子手倾诉心声。终于到了长发及腰的时候，这一天尼姑发现了一个闪光的东西，以为是佛祖显灵，扒开才发现原来是同行耶稣的十字架。相见即是有缘，尼姑随手便拿走了。阿福为了让他好好服侍将军，亲自为他梳妆，并赐名阿万。然而第一晚，将军只与阿万打了一个照面，碰也没碰他。费解的阿福询问将军为何不留下传宗接代的种子。将军解释道，本以为会恨自己的阿万，眼睛里充满了无憎无恨的清澈。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纯洁的女人，不忍心被自己糟蹋。与此同时，阿万对每天用笛声抚慰他灵魂的笛子手念念不忘。在之后的一次宴会上，阿万再次听到熟悉的笛声，抬头望去，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之人的真面目。果然是个有故事的男人。这个漂亮尼姑因为美貌被强制入宫服侍将军，心灰意冷的她决定自杀以示清白。不料这时却听到了悠扬婉转的笛声，让她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无数个日夜，笛子手一直陪在尼姑身边，隔着一面被钉死的窗户，寂寞的尼姑夜夜向笛子手倾诉心声。终于到了长发及腰的时候，已经是将军妾室的阿万，始终对用笛声抚慰他的笛子手念念不忘。在之后的一次宴会上，阿万再次听到熟悉的笛声，抬头望去，终于见到了笛子手的真面目。果然是个有故事的男人。然而这一切却被敏感的阿福看在眼里。白天的场景让阿万想起了被囚禁在阁楼上的日子，阁楼中捡到的十字架背后的故事让他十分好奇。第二天便向阿福询问十字架的来历。阿福将他带到阁楼的密室，里面关着一个铲除基督教时遗留的一个女人，因为长相貌美，所以就像阿万一样被送进宫服侍将军。然而一心想着逃出城的女人不慎摔断了腿，就只能被囚禁在这里。这个女人的悲惨命运深深刺痛了阿万，求生之情大过向佛之心的阿万彻底认命。几日后，已经搬出大澳的郑夫人邀请阿万看戏，笛子手也在。对笛子手念念不忘的阿万告诉他，自己已经决意跟从将军了。随后便把从阁楼中捡到的十字架交给笛子手，准备忘却被囚禁在阁楼的记忆。然而笛子手看到后却十分震惊，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是他一直寻找姐姐的随身之物。自此，两人开始朝着各自不同的命运前进。晚上，将军以为阿万仍不愿意侍寝，便准备离去，不料却被阿万拉住。这一次，阿万心甘情愿地服侍将军。出京人世的他，生疏地解开了将军的衣带。没一会，阿万便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得知将军终于尝到女色的阿福，立马叫来手下将领，决定继续为将军物色后宫。因为身为京都公家之女的阿万，如果生下世子，一定会大大助长朝廷的气焰。很快，阿福就在集市上相中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打探之后，他便亲自登门拜访。普通人命运的转变可能就在一瞬间。这个贫穷的漂亮女孩此刻还没意识到，不远处正有一双高贵的眼睛盯着她。几天后，一顶极其宽大华丽的轿子停在了他家所处的贫民区外。从轿子下来的正是春日菊夫人阿福。她来到女孩菊兰的家，希望女孩能成为将军的侧夫人，到时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让女孩母亲十分震惊。然而阿福也提出了条件，那就是成为了将军侧夫人之后，就必须和家里断绝联系，一心一意服侍将军，再也不能离开大澳城。善良孝顺的漂亮女孩忧心忡忡地转头看向一脸衰样的哥哥，还有看不起病的奶奶。随后她叫住准备离开的阿福，并提出条件，如果他答应入宫，哥哥是不是就可以做官？奶奶是不是也有要吃了？只要阿福能够保证他没落的家族能够重新崛起，他愿意卖身给大。阿福听后欣喜不已。对于有钱有势的德川幕府来说，就担心不提条件。带着这个好消息，阿福回到了幕府。既然新的侧夫人即将入门，他便不再纵容之前的宠妾阿万夫人。由于来自京都的阿万穿着精致艳丽，大鳄的女官都争相模仿阿万的精致穿搭，这让信仰武士流派的阿福十分不满，因为长此以往肯定会助长德川幕府的奢靡之风。于是告诫阿万，因为他的华丽装扮让整个武士家族失去了以往的朴素传统，
希望不要在下人面前做了坏榜样。阿万被迫只能照做。随后，阿福又开始整顿女官，要求他们保持武家流派的节俭朴素，严禁盛靡之风的流行，并且给他们下了硬性规定，1年只允许添置1件新和服。然而，阿万的一番操作，却打了阿福作为大奥总管的脸。阿万得到将军新的赏赐之后，将原先不用的衣料做成新衣，转赠给女官。府中的盛靡之风再次盛行。得知消息的阿福十分生气，随后警告阿万，大奥总管是他，没有他的允许，任何物件都不可擅自搬运。卑微的阿万只能俯首听从。得意的阿福还特意叮嘱阿万，不要仗着受宠就肆意妄为，否则怎么给后来的妹妹做榜样。阿福说完就要离开，听出话外之音的阿万再次向阿福确认，阿福却假装忘记，告诉他最近会有一个新人前来报道，并且希望他能好好的关照新人，这让本就受气的阿万十分担忧。阿福随后便带着满身钱来到贫穷女孩的家里，从没见过如此多金子的女孩，母亲赶忙叩谢，所有事情都已办妥的阿福便给女，还改名为阿乐，对于女孩之前所提的条件也全部应允。善良孝顺的女孩表示没有任何异议。而此刻，卖鱼女阿夏听说阿乐也祭奠凤凰之后，内心十分嫉妒。单纯的她认为自己从小都比阿乐优秀，既然阿乐能进大奥，她肯定也能。于是，在阿福出门之后，特意把他请到自己的家里，询问阿福自己怎么样，表示不要金子，随时可以收拾包袱进城。而阿福却被眼前这个黑乎乎的女汉子逗了。虽说妾室没什么出身要求，但是也得是肤白貌美、大长腿的淑女。不服气的阿夏随后就脱光衣服和束胸，要让狗眼看人低的阿福见见世面。女孩为了入宫也祭奠凤凰，自知长相一般的她，特意脱下衣服和束胸，只为展示自己特大杯的身材。当她露出低调多年的大白兔的时候，女孩的父兄都为之一惊，甚至就连掌管后宫的阿福都震撼不已。此刻，女孩阿夏露出自信的微笑。阿夏最后成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阿乐一块进了大奥城。为了匹配将军侧夫人的身份，阿福安排这2个出身卑微的普通女孩拜在世家大族做养女，这样也算是出身名门。作为妾室，阿乐和阿夏首先要拜见的自然是将军的正夫人。出身京都名门之后的正夫人看着这些从底层爬上来的平凡女孩，心里十分不平衡，随即便故意刁难阿夏所学的茶道是综合流还是千家流。从小卖鱼的阿夏怎么会懂这些问题？窘迫的他看向阿福求助，将他们领进宫的阿福脸上自然是挂不住得意的正夫人，便发起了无情嘲笑。身为公家之女，竟然不懂茶道，真是奇闻异见呀！阿福作为大奥总管，岂能就此忍气吞声？于是模仿正夫人阴阳怪气的语气说道：“作为将军的妾室，比起那些有教养、自命不凡的女人来说，还是身子骨结实，能实实在在的服侍将军才好。”这让从未受宠还是处子之身的正夫人十分难堪。在简单学习了床上规矩之后，阿福随后安排阿乐在3日后服侍将军入寝，这让阿夏内心十分不平衡，于是质问阿福为什么侍寝的不是自己。阿福听后笑了，要的就是你们争宠，这样才能更快地为将军传宗接代。他告诉阿霞何时事情都是将军隆恩，并且让他先学习化妆，这样才有机会得到将军的龙种。得知阿福为自己收了侧夫人的将军，告诉阿万，这些新来的妾室都是和正夫人一样，只是个形式，他的内心只有阿万一个人。然而阿万又怎么会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将军的心可能是自己的，但是身体将会是别人的。看着默默不语的阿万，为了打破尴尬，将军随后让笛子手为他们吹奏一曲。然而没过一会，将军就想和阿万在户外过一下2人世界，便让笛子手这个电灯泡离开。没想到准备退下的笛子手却突然转身抽刀刺向将军。将军早就知道笛子手是后院基督女的弟弟，他问笛子手为什么现在才下手。笛子手说他姐姐自杀了。原来就在刚才，偷偷摸进阁楼的笛子手救出了被囚禁的姐姐。然而姐姐在幕府清除基督徒时被武士逼迫惨了，剩下信仰也在那一刻崩塌。充满负罪感的姐姐为了不成为弟弟的累赘，已经无力自杀的她悄悄抽出了笛子手的刀，将刀尖对准自己。就在弟弟背自己的时候，刀子也就插入了自己的身体。就这样，姐姐死在了自己的背上。听完故事的将军十分惋惜，于是放下刀，解释道：打击基督教不是因为信仰问题，而是因为很多传教士是欧洲列强侵入我国的探子，真正杀死他姐姐的不是他，而是国家政治。随后背过身，让笛子手想杀就杀吧。笛子手此刻内心十分崩溃，最后选择了含泪放下复仇的刀。第2天，笛子手和阿万夫人告别后便不知去向。
将军也没有再追究此事，可阿福还是知道，这让他对阿万更加厌恶。为了让其他妾室怀上继承人，便向将军建议不能独宠阿万一人。如果身为京都贵族之后的阿万诞下此嗣，朝廷便会趁机掌控幕府。将军也深知其中厉害，当晚便去了阿乐的寝宫，不料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女孩为了拯救没落的家族，于是卖身入宫服侍将军。然而就在他第一次侍寝的时候，脑海中竟然浮现初恋的身影，随后本能般的一把推开了将军。将军一脸不可置信，犯了错的女孩更是惶恐不安，连连认错。很快消息便传到了阿福镇，为了能让将军顺利的播下隆重，阿福立刻启动了 B 计划。于是就在将军洗浴冷静的时候，另一位新妇人阿夏悄然进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到了手。阿乐在自己的房间跪了一整晚，然而阿福却没有想象中那样责罚他，而是告诉他昨晚将军已经临幸了。阿夏便让他多考虑考虑家族命运，做出正确的决定。阿乐此刻后悔万分，于是在一次例行的后宫晨会上，昨晚成功侍寝的阿夏一个闪身就从后排插到了阿乐的前面。阿福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切，这无疑是他想看到的，这让阿乐更加忧虑。晨会结束时，自知已经被冷落的阿乐在众人面前叫住了将军，为昨晚的事情请罪，同时请求将军再给他一次机会，不要无视他。将军没说话就走了。虽然这样做很丢人，然而对于背负家庭负担的阿乐来说，如果连最起码的事情都做不到的话，他就再也没有翻盘的希望。昨晚已经为传宗接代战斗一晚的将军，这次指明要去心爱的阿万夫人那里。阿福拿出了一包药，说只要让阿万服下它，便可以由阿万侍寝。将军明白这时必运用的，为了不伤害阿万，他随后决定去经早已经知错的阿乐那里，再给他一次侍寝的机会。两人都是把对方想象成心爱之人，然后完成了洞房。没想到这次入房效果如此之好，阿乐一次就怀上了，这让阿福高兴不已。一切都在按照他的预想的那样进行。第二天，阿万夫人找到阿福，说自己去看过阿乐，虽然怀上了孩子，但并不开心，希望阿福夫人允许他的家人来大奥探望，这无疑是违背大奥规矩的。然而阿乐解释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阿乐将军停止行动。女人为了让得了天花的将军康复，不惜用一桶桶的冷水浇在自己身上，希望通过这种古老的祈福方式减轻将军的病痛，但似乎没有任何作用。病危的将军想要再见阿万一面，却被告知阿万夫人去了寺庙。原来阿万趁着将军卧床不起，撕会笛子手，自知对不起阿万的将军，在阿万回来后叫到自己身旁，向阿万道歉，自己自私的将一心向佛的他强行留在身边，并且还纳了多个妾室，这无疑是在羞辱于他。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社稷，为了后继有人，不得已为之伸出手。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原谅。然而阿万却冷漠地看着他，没有任何举动。阿万就这样走了，这让阿福十分不满，露出想要杀人的眼神。随后劝告将军，阿万是背叛过他的人，切不可用情过深。然而心怀愧疚的将军却告诉阿福，不许他伤害阿万，否则他死后都不会瞑目。阿福听后十分不甘心，但是现在也没心思管这些事了。阿福日夜不眠地守在将军身边，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将军没一会就开始一阵剧烈的咳嗽，阿福慌张地让御医想想办法，然而御医已经尽力了，现在只有看将军自己的命数。阿福听后心如死灰，心疼地看着这个从小养大的将军，不停地呼喊将军大人，试图叫醒他。不料抬头却看见了死去的将军生母阿江夫人，他求阿江夫人不要带走将军，他愿意一命抵一命，发誓从今以后如有病痛，概不寻医问药，有苦接受。阿福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终于晕倒了。然而第二天一醒来的阿福首先想到的还是将军，急忙地赶到将军处，看着已经坐起身的将军对着他微笑，阿福再也绷不住了，跪坐在地上喜极而泣。几十年来他早已把将军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子。而另一边得知将军康复的阿万做的第一件事竟然不是祝贺将军死里逃生，而是为了保护信仰基督教的嫡子手，希望将军不要清剿基督徒。将军听后十分生气，然而被责备的阿万却丝毫不反省。回去路上看到两个女官在争吵，因为有个非亲属男人想要探望刚刚怀孕的阿勒夫人，由于大奥不允许非亲属前来探望，所以男人迟迟不肯离去。思念嫡子手的阿万于是决定帮这个男人一把。男人正是阿勒夫人的初恋，看到对方送给自己腰带和命令，以及祝自己幸福的话语，阿勒泪流满面，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上前握住男人的手，想要留住最后一丝丝温存。然而这时阿福来了，一把推开门，让男人滚出去。如果不是看在阿勒怀孕的份上，阿福早就把她杀了，但作为惩罚，男人永远不得再入江户镇。随后怒火中的阿福找到阿万，说他为阿勒夫人提供背叛将军的机会。然而阿万却辩解道，难道见面就是背叛？难道心有所思就是罪过？大奥中的妾室全都没有得到将军真正的爱护，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可这些工具都是有心的，这让一心为将军着想，认为自己从无犯错的阿福无法辩驳。愤怒的阿福夜里带着武士立马抓了嫡子手，本欲杀了对方，然而最后一刻他停手了，担心将军会为此恨他一辈子。这是日本幕府时代最大的一次欺负行动。将军为庆祝幕府持续了3代的清剿基督徒以及闭关锁国的完成，特意赶往神社祈福。春日夫人阿福和所有的后宫都前来送别。身材高大的将军戴着象征着无上权力的樱花头盔，向阿福告辞。随后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地出发。不料就在将军中途休息的时候，一个男人闯了进来。原来他是想劝告将军停止清剿基督徒，却被侍卫认作成刺客，双方立刻打斗了起来。然而将军认出了男人是自己小妾的老相好，就在男人马上被杀的时候，直接上前拦住，不巧却被男人误杀。见到将军受伤，众人皆震惊不已。随后男人便被众人围攻而死。将军看着男人的尸体，不知道怎么向自己的爱妾阿旺夫人进行解释。而另一边，在庆祝七夕佳节的传统节日会上，所有人都在为爱许愿。这时有女官在传将军在半途中，一个男人手持劝谏书突然闯入，结果被杀的消息。阿万听后已经猜到是谁，慌张的连为爱许愿的卡片也掉了下来，内心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随后在给将军侍寝的时候，阿万着急地问将军，那个男人到底怎么样了？将军看阿万如此关心其他男人，十分嫉妒，于是欺骗阿万男人已经被他下令杀了。阿万得知后悲痛万分，回忆起了与男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伤心欲绝的他决定再不侍寝，也不公开露面，只在屋中拜佛祈祷。阿福得知阿万夫人拒绝侍寝后，便责问阿万小小妾室竟然敢拒绝侍寝，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然而心如死灰的阿万却表示到死都不会原谅将军。阿福听后十分震惊，随后便劝将军惩罚阿万夫人。然而将军却表示人不是公爵，总有不想或者不能侍寝的时候，男女都是如此。阿福听后十分无语，既然源头在阿万夫人，那阿福便决定劝阿万夫人改变心意，重新拾起。不料出来的竟然是阿万的贴身女仆阿玉。阿玉表示阿万夫人身体吃不消剧烈运动，她愿意带夫人前往。阿福大吃一惊，在她身上仿佛看见曾经的自己。阿玉随后便来到了将军床上。将军虽然欺骗阿万自己杀了那个男人，但是要强的将军却不好意思和阿万当面解释，
只能向阿玉说明一切，并表示自己只爱阿万一人。阿玉羡慕将军的爱，并说自己曾经13岁时被人强暴导致不能生育，认为世间男子全部寡亲薄幸。将军十分同情阿玉的身世，但不认同他对男人的看法，随后便用自己的爱温暖了寂寞的阿玉。阿玉第2天便把将军保护男人受伤的事情告诉了阿万夫人，得知真相的阿万回心转意，于是赶紧向将军道歉。不料半路上却碰见了将军另一位侧夫人正在分娩难产，日本德川幕府第4代将军即将出生，然而女人却因胎位不正难产，久久不能诞下胎。春日菊夫人阿福祈求御医想想办法，然而御医却束手无策，并表示如果阿乐夫人不能尽快生产，就危险了。阿乐夫人见到阿万前来探望，有难言之隐想要告诉阿万。阿万希望春日菊夫人离开，自己则陪着阿乐夫人说些提醒话。阿乐夫人拿出初恋情人所赠送的定情信物，表示如果自己死了，希望把他一同葬于坟中。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他面前，然而为了拯救没落的家族，他没能珍惜，等到后悔已追悔莫及。肚中的孩子是他唯一生活下去的希望，如今也要被春日菊夫人交给乳娘抚养，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阿万不忍心阿乐夫人就这样悲观死去，说送他定情信物的人正在为他祈福，为了孩子，为了他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阿乐听后决定为自己的命运拼一把，随后他痛苦且坚强地抓住吊绳，努力地想把孩子生下来。没一会，孩子咕咕落地的声音传到了阿福这里，紧张的阿福赶紧过来看看，见到幕府终于有了继承人，阿福十分高兴，随即便把孩子的乳名许成和小时候将军一样的竹签带。然而阿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遵照幕府传统，将孩子送给乳娘抚养。身为母亲的阿乐内心悲痛万分，从小被阿福抚养长大的将军，从未得到真正的母爱，他不希望孩子像他一样可怜。阿福听后既惊讶又心酸，他为了将军不惜抛家弃子，把将军当成自己亲生儿子抚养，将一生的心血花费在他身上。将军的话无疑是在否定他这些年的付出。阿福想到此处一阵心痛，另一边的将军却因为自己的善良，重新得到了阿万夫人的真心。没过多久，阿万夫人也怀孕了。阿福随后找到阿万夫人，递上一包药，要她打掉孩子，因为她是京都贵族，之后如果生下孩子，朝廷一定会趁机介入幕府继承人之争，为了幕府统治的千秋万代，孩子无论如何不能生下来。阿万夫人听后沉默不语，然而一旁的阿玉却看不下去了，起身就把茶碗直接抛了出去，反驳道这是将军的孩子，让将军自己做决定。无奈的阿福只能去找将军，谎称阿万夫人肚中的孩子不是将军的。将军听后脑海中闪过一个男人的声音，不安的将军随即找了阿万可见。到阿万的那一刻，就为怀疑阿万出轨羞愧不已，随后又回来质问阿福为何要说谎。一心忠于德川家的阿福解释道，一招不慎则满盘皆输，阿万夫人如果生下孩子，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稍有懈怠，朝廷就会趁虚而入。将军不忍伤害阿万，以各种理由让阿福停止行动，然而阿福又岂能就此罢休？为了阻止阿万夫人产子，亲自给阿万夫人的膳食中下药。在回去的路上，他看见了阿夏夫人的孩子，恍惚间仿佛看见了幼时的将军，想到阿万夫人肚中怀的毕竟是将军的子嗣，不忍心下如此狠手，于是着急地跑到阿万那里，将饭菜一下打翻，并向阿万请罪。充满罪恶感的阿福祈求阿万夫人的原谅，然而阿万很早便明白他对将军的良苦用心，没想到得到谅解的阿福却因今年劳累过度晕倒在地。眼前的这个女人一生传奇，阿福从小作为罪臣之女，长大后不惜亲手抛弃自己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成为日本幕府第3代储君的乳娘，把竹千代看作自己的亲生孩子抚养，并亲手将竹千代扶上幕府将军的宝座。阿福也因将军乳娘和大奥总管的双重身份，被封为春日菊夫人，到达了人生权力的顶峰。然而从未病倒在床的阿福，常年累积的疲劳与病痛，一朝避险，日渐憔悴起来。将军的爱妾阿万夫人守在阿福身旁，然而就在他想亲自为他吃药的时候，却在床底下发现被藏起来一直未服用的药包。阿万夫人明白这背后肯定另有隐情，随后便与将军一同前来探望。将军轻轻扶起病倒的阿福，亲自为他吃药。阿福表面上没有拒绝，然而就在他即将送入口中的时候，却故意颤抖，将药倒在了自己身上。众人大吃一惊，将军也十分不解，一把年纪的阿福为何像个孩子一样任性。随后又拿了一碗药让阿福服下。阿福见躲不过去，便道出事情，
原来那年将军感染天花之时，他看到了将军王母阿姜夫人的幻影，那是来接将军的。担心将军安危的阿福便对阿姜夫人说，他愿意一命换一命，求他不要带走将军。阿福为了将军从此平安活着，决定即使患病也不吃药，余生听天由命。将军听后恍然大悟，阿福伟大无私的母爱也让众人极其感动。心疼的将军一把搂过阿福，将军的话让病危的阿福内心既欣慰又不舍，以后他再不能照顾将军了。随后他便把将军托付给阿万夫人，阿万含泪点头。晚上睡不着的阿福又看到阿姜夫人的幻影，阿姜夫人微笑地看着他，好像在感谢他这么多年对将军的抚养。两个命运同样传奇的女人在这一刻终于和解。阿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决定在临终前为德川幕府、为大奥做最后一件事情。阿福将郑夫人和其他妾室都叫到房间内，强打精神交代后事。首先他要做的便是对郑夫人道歉，嫁入幕府多年不受将军宠爱，如今还是处子之身。然而正是代表公家的他坐镇正室之位，各大名才会臣服德川幕府掌管的天下。在这一刻，郑夫人多年的委屈终于释怀。随后阿福交代阿乐和阿夏不要挑起继承人之争，最后将大奥总管的职位交给稳重无私的阿万夫人。此时将军告诉阿福，他已经赦免了阿福的三儿子郑明、郑立正朝着江户城赶来。然而阿福却因为大奥不许男子进入的规矩，顽固地拒绝了将军的好命。如此无私的女人，整个大奥也就阿福一人了。阿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大奥和将军拜托给了这些大奥的新一代主人，随后毫无声息地离世了。众人许久才缓过神来，将军抱着阿福痛哭，众人也因阿福身上熠熠闪光的母爱感动哭泣。一代女帝传奇就此落幕。等到儿子郑立赶来，阿福已经去世3天。郑立从未因母亲弃养而埋怨于他，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痛惜之情。阿万夫人后来有了孩子，但是为了避免出现阿福生前所担心的朝廷会借此介入继承人之争的情况，随后将孩子交给阿育抚养。男孩最后成为幕府的第5代将军，而阿育也作为将军名义上的生母，被封为贵昌院，成就另一代女帝传奇。